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入秋了，冬天很快就要来了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给大家讲一下，在入冬之前，这个院子需要做哪一些打理的工作。首先，第一个工作我要做的就是要清理一下，这个院子里面一些 annual 的 plants， 因为这些 plants 是每年需要更新的，所以秋天的时候要把它清理掉。像这些可以把它连根拔掉。好，这个1年生的这个植物就清理完了。这个呢，你可以用一些塑料布啊，把它盖起来。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些杂草的种子落到里面，第二年会长一些杂草出来。还有一些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入秋以前呢，需要把它的叶子和茎把它全部剪掉，跟土地齐平，只留根在土里面，然后第二年它们会自然的发出来。还有一种呢是这种落叶的灌木，这种灌木呢是木本的，但是呢每年秋天它会叶子全部落掉。这种灌木呢，你可以根据你想要的形状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的修剪。这种落叶的灌木不怕剪，因为第二年它都会发出来。这个玫瑰花呢，也是一种落叶的灌木，也可以把它修剪一下。秋天的时候节省能量。还有就是这种 evergreen 的灌木，这种呢是常青的。这种灌木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表面呢是绿色的，但它里面都有一个 dead zone。这个 dead zone 呢，里面不会再发新枝了。所以剪这种灌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剪到 dead zone 里面去。一旦你把这个绿色全部剪掉以后，它就不好看了，因为这个里面就会露出一个很枯萎的一个空间，而且这个呢是无法恢复的。但是秋天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黄的这种枝子，可以把它剪掉。像这个区域它是不会再发新枝了。同样呢，像这2棵埃尔伯塔松就面临这样的问题，因为这里是一个步道。那么这个埃尔伯塔松呢，每年长，然后已经占据了这个步道2/3的位置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是一个 dead zone。如果你把这个绿的全部剪掉的话，不会再有那种绿色的新枝发出来的，所以这样呢就不太好看了。如果你每年把这个绿的部分剪掉1/3的话，它第二年还会发新枝。这样呢就能够抑制它的生长速度。但这种灌木呢，一个问题就是 overgrow。一旦 overgrow 以后，比如说再过个5年，如果长到这儿了，那么很可能我就得把它砍掉了，因为这个会影响这个步道的使用。还有一种植物呢，像这种盆栽的多肉。以前呢，我以为它是一种热带植物，所以呢，前几年有1年我还专门把它拿到室内去，后来就发现这种植物根本存活不了，在暖气的作用下都死掉了。直到最近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植物呢，它其实是非常耐寒的，而且呢，它冬天一定要休眠。如果你把它放到室内，比较温暖的话，它就没法休眠了，会死掉。所以呢，一定不能放在室内，把它放在车库里面，因为这个盆呢它是陶盆，如果你放在室外的话呢，冬天它会结冰，这个陶盆很可能会被胀裂掉。为了挽救这个陶盆呢，我的建议就是把它放在那个车库的架子上。像这种盆栽的无花果，处理方式跟那个多肉观赏植物也是一样的。冬天的时候要把它放在车库或者是花园房里面去。这些户外的桌椅呢，冬天一定要收起来。我见过有些人就冬天就放在外面，这样呢会极大的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。收户外用的水管，
这种水管是橡胶的，或者是一种塑料的，它们都怕这种阳光的照射，所以冬天不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收起来。收起来呢，也是为了防止它结冰，这样呢就有可能把这个水管把它胀破掉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水龙头可以买这种泡沫的，把它 cover 起来。有一点我想给大家提醒的是，如果你有这种水管，那么上面装上这种接头的话，一定要小心。这个呢，记得要把它打开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这个关掉的话，那么这个水仍然会留存到这个水龙头里面。这样冬天呢，一旦结冰的话，会把这一节胀破掉。那么一定要把户外水龙头的这个壶外的部分，这个水完全放掉。而这种水龙头是伸到墙里的，它的阀门呢，实际上是在有暖气的地方，它一般有这么长。但是如果你这里不打开的话呢，这个水留存在里面，这样呢是起不到这种防冻的效果的。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如果你家还装了这种草坪的灌溉系统，那么冬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把这个灌溉系统里面的水把它喷掉。有那个 air compressor 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自己做，然后买一个配件，把它接到这个水管的接头上面。这个你要看你家的灌溉系统分几个区，那每个区都要单独的去做，你不能把所有的阀门都打开，这样的话气压很可能是不够的。所以每一个区每一个管道，给它单独的做。像我家的这个 sprinkler 分成了6个区，然后喷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会有非常多的水残留在这个管道里面。如果这些水没有清除掉的话，那么冬天它一旦结冰，就会把这种塑料的这种 sprinkler 的配件啊管道把它胀裂，那么第2年很可能就会出现漏水。这个首先修起来很麻烦，你要把这个地挖开，然后如果你找 contractor 来的话，这个维修也是非常昂贵的。如果你家里没有 air compressor 呢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一些 sprinkler 的 contractor， 然后让他们过来帮你做这样的工作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，不然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财产上的损失。然后呢，根据你的 house 的周边的状况，如果你有很多树的话呢，good or bad，good 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景色，但是 bad 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树叶，就像我的这个 house 旁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落叶树。那么秋天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及时清理这些树叶。首先呢，你不能够把这些落叶放在草坪上让它过冬，这样的话对草坪的生长非常的不利。腐烂的树叶把这个一些草坪把它腐蚀掉。入秋的时候，其实10月份叶子已经开始落了，然后到11月份落完。那么这2个月的期间呢，其实是这种草坪生长非常重要的时期。因为这一段时间的雨水比较多，然后它的气温非常适合这草坪的生长。如果这个叶子你不清除的话呢，那么这样2个月呢，这个草坪实际上是得不到一个良好的恢复的。尤其呢，加拿大的夏天7月8月一般都比较干旱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就是这个落叶每个星期就像你剪草一样，每个星期要清理一次。这样呢，你的草坪就会长得比较好。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种有树的地方草坪长不好，其实这个也是有原因的。这个落叶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只要你及时清理这些落叶，那么我觉得即使你有很多树，这个草坪仍然是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状态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你要看一下这个燕沟。这个燕沟呢，秋天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很多的叶子落进去。
这样呢，它很可能会阻塞那个排水口。冬天的时候，如果它排水不畅的话呢，就会有很多冰凌从这个堰沟上面垂下来，这样呢，对你的房子是非常不利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堰沟里面有一些树叶，这些树叶呢要把它清理掉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从堰沟里面清理出来的这个东西，看上去好像很恐怖，这个已经足以把这个排水管把它堵塞掉了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你家用的屋顶的熏垢，它是一种沥青，表面呢它是有一些小石子儿，防止紫外线。经年累月呢，它就会脱落，沉淀在这个堰沟里面。另外有一些灰尘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树叶，这个呢，我有好几年没有清理了，所以看上去情况比较严重，比较脏。那么如果你每年都清理的话，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东西。另外，如果你的 house 旁边没有一些大树的话呢，应该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的。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每年入秋以前呢，最好看一眼，这样呢，防止有一些什么东西堵塞呢，你最起码可以处理掉它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在做这些工作就比较困难了，冰天雪地的。堰沟清理完呢，下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排水管。这个排水管这种竖直的部分里面一般不会有什么杂物的。那么地底下的呢，一般你是看不到什么东西的，因为它埋在地底下。那么最起码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端头这里。这个端头这里下面也有一些树叶，有一些树叶呢是从屋顶通过这个流水管流下来的，最后积累到这儿。那么这个树叶呢也可以稍微清理一下。因为我这个下面放了很多小石子儿，所以呢比较难清理。有一点树叶应该没有问题，它最后它并不足以堵塞这个drain。好的，稍微看一眼就可以了。下面一个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把这个夏天需要用到的这些机械，把它最后清理一下。然后如果里面还有汽油的话呢，要确保把它 burn 掉，不要让这个汽油残留在这个机器里面过冬。如果这个汽油非常多的话，可以把它打开。好，像这个呢，基本上我再剪完一次草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如果很多的话，可以把它打开，把它倒出来。然后这个呢，是为了保护这个化油器，因为这个汽油它变质以后呢，它会阻塞这个化油器，那么你第二年你就会发现很难发动，那么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汽油把它 burn 掉或者挥发掉。另外呢，就是一些经常需要用到的花园工具，铲子呀、剪刀啊之类的东西，还有这种金属的这种 holder 厚的那种大伞的，这些东西呢都容易生锈，因为它是铁的，所以呢，你需要把它清洁一下，然后可以喷一点防锈油。
这样呢防止它生锈。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铁的装饰件，这些铁的装饰件呢，如果你能够收进来的，就把它收进来，放进车库里面或者花园房里面。如果固定在外面的呢，也可以喷点防锈油，这样呢方便它过冬。如果你准备做一些 seasonal 的 decoration， 例如说，因为年底呢节日比较多，有圣诞节，有新年，如果你需要挂一些装饰件啊、灯饰啊，像这些东西，像屋檐底下，那么差不多现在呢也应该准备起来了，因为一旦下雪，外面冰天雪地的，做这种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。好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这个呢是根据我的这个 house 的多年的经验的总结。如果您有更多的经验的话，也希望能够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供大家相互学习和交流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的话呢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欢迎点赞、评论和转发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